那我看到很多小伙伴他们会把这个屏幕的膜还有下边都贴上一些东西。屏幕的这个膜我还没有选择好，所以现在还没有买。我之后也许需要的话，可能我也会去贴。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关键的东西，一定要选择好，要不然就会反其道而行之的去破坏了屏幕。那下边的这个键盘呢，我来着重说一下，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不建议贴，因为它键盘虽然说是比较危险的，会进水，对吧？但是你贴了膜，散热性就会更差。散热性差的话，对于一个笔记本电脑，它是一个致命的，它在运行体验感会非常差的。它的键盘下边就是它的主板。那一个电脑如果它主板有问题坏掉的话，将近于它可能就变砖了。首先第一点的是，在你的方圆1米到2米之内，不要有任何的液体，比如酒精，比如你任何的饮料，或者是咖啡，或者是任何 everything， 包括你的手啊，洗手或者其他都不要去有任何的水出现在它周围，就会防止它有可能会洒到键盘上。这个键盘如果一旦滴上水，几乎100%是 game over 了。我知道的，我朋友身边就有2、3个因为键盘进水而换主板或者是变砖。如果你想让你的几万块的电脑变成一块板砖的话，你就可以不在乎这个问题。那如果你真的还是很担心，比如说它进土啊或其他的，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经常会用照相机来吹它的镜头，或者是一些小的清理吧，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用的。然后你既可以吹键盘，又可以吹相机。我就是随便买了一个，然后这种的东西你就可以这样吹一吹它。我觉得还是可以保持键盘进尘土少的这种风险的。这2天通过我用键盘它的快捷键去修片嘛，大家可以看到它会微微的有一点指痕，或者是你经常去用这个快捷键，它的手出汗也好，或者是有一点油也好，它都会有一些痕迹啊。如果你就是比较刻意的去追求键盘比较干净，然后你又不能去用酒精或者是一些东西去擦，经常擦的话呢，那我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东西。其实它是我平时画画用到的。我有看到在网上说，他们说在你开机的时候，它的那层薄薄的就是这个屏幕保护膜。他们有人说可以把它就直接放在键盘上，然后你去用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经常用电脑的话都会盲打嘛。那我通过这个膜的想法呢，我就找到了另外一种平替，就是它呢叫硫酸纸，是我有的时候画画呀或者上课有时会拓印，因为它是半透明的。我买的是双面的这种 A4 的，然后把它放在上面，会比这个键盘膜要更透明。虽然这个键盘膜摸着比这张纸薄，比它薄，但是我个人觉得，你看它更透明一些，而它是看不到键盘字的。我当时买了这么厚，才7块钱吧，然后 A4 会稍微比整个尺寸14寸的会小一点点，但是不碍事，因为它两边是音箱，然后也可以盖到你的这个小的这个触控键盘上。我这2天也用它尝试过，打字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触控也是 OK 的，而且由于它的这个你的手的这个指痕嘛，它有的时候有油脂啊，它也会印到这个纸上。那我们可以有2种方法，第一种就是不加任何的固定，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万一要吃一点东西啊，或者是在周围有尘土，你就可以把它盖在电脑上。第2种方法呢，就是你可以给它用这种胶带，这个也是我画画时候用到的，它是这种无痕的，
不会损坏那个机器。然后呢，它直接用手一撕就撕开了，你可以把它撕成这种小的，贴在两边。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有一个固定，你就不用一只手扶着它去来操纵了，你就可以基本上属于盲打的状态。如果有需要特效或者是电脑它运转的时候很热呢，你就可以把它撩起来。这样的话呢，加上你的小风扇，它的设备就会非常的完美。如果它不热的话，你就可以再把它合上，继续打字。如果它脏了，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拿下来，然后扔掉，然后换一张纸，非常的完美，既便宜又好用的这么一个东西，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如果有的女生她觉得哇，我不太喜欢这种白色的，我喜欢有图案卡哇伊的呢，那我又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东西，就是它烤箱纸。我之前买的烤箱纸还没有用，它也是你可以任意的去给它铺在上面，然后把这个尺寸给它截好，然后它也可以去操控。但是呢，它的问题就是看不到键盘，因为它有图案嘛，而且它会比较的厚一点，但是也是不影响使用跟打字。我个人觉得呢，还是这个硫酸纸更完美，性价比更高。OK， 那我们就要说一下其他的一些配件问题。那我也是在网上买了电脑壳，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里边是这样子，有赠送一个小兔子的一个鼠标垫，就是他家的这个，然后后边有使用说明。我们来把它打开，你可以听到它4个边周围咔咔的声音，然后就 OK 了。然后是前边，好像搞反了吧？它应该是这个样子。有一个壳子呢，会感觉它又有一些沉了，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有壳的，这样的话会有更多的保护，万一有一些磕碰就很不爽了。OK， 那现在它的壳就装好了，非常卡哇伊。我来给你们打开。虽然它已经看不到 Apple 的这个 logo 了，但是还是很好看的，又简单又好看。然后上面有写 I'm busy, go away， 不错不错。我除了买了这个电脑壳之外，我还买了一个外边的一个包，就是这个鲷鱼烧的一个电脑包。这个包呢，其实它不贵的，很便宜。如果我是在家用的话，我可以就直接把它放在这个袋子里，然后把它放在桌子上也是非常好看的。如果我要是用它的话呢，比如说我的桌面稍微有一点脏，或者有一些尘土啊、纸屑啊，我可以把这个电脑包直接放在桌子上，然后把我的 MacBook 放在上面，做一个小小的垫子。这样的话呢，你打开它用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的，就比较方便。如果你买那些手提的，或者是说就是硬一点的材质，它可能就没有这个功能。但是这个包它这个边上它是没有海绵的，只有两边上下是有海绵。那如果它是单独放的话，万一掉下去可能也会有损伤，所以我是打算把它放在双肩包里面的。那提起了双肩包，那我又买了双肩包。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用双肩包了。那自从拍了视频以后呢，它就会有很多设备，你平时，所以我的包就变得越来越大，或者是带着电脑的话呢，它肯定是要用一个双肩包的。我之前也不太知道它的牌子，但是感觉它的样子和一些功能还有价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就试着买了它。它的这个包呢，其实我觉得还非常实用，因为它前面可以挂很多东西，然后它的这2个口袋是上下翻折的，2个上下翻折。对，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有效的去把东西分开，比如说你前边的一些文件，然后平时经常用的一些机票啊，或者是一些设备，你就可以放这里边。然后这还有一个透明的这个网子的也可以放。然后呢，这底下也有一个小袋子也可以放。最里边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它的这个是放电脑的，然后里边的也是空间非常大，它的最里边是有一个硬壳的，如果你的东西很多，你就可以把这个硬壳这样推下去，它的这个底儿就是硬的，如果不需要的话就可以把它推上来，然后它这个包底下就是软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底下有2个这样的袋子，这2个袋子可以装一些睡袋呀，或者是一些垫子，就比如说你要是去露营，可以把它有一个小垫子或者小毯子扣在这个下边，也不是很碍事。然后它的后边呢也是有一些这种扣子和这种袋子，很方便的可以去比如说夹 GoPro 或者是挂一些你的一些设备上的东西。它最后边的里边它是有一个防盗的一个口袋，然后它里面可以放一些钱，或者是你最重要的护照啊，或者是身份证啊，就是害怕如果有人去拉你前边偷掉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机什么的都放在这里边。它同样也是有一个1%的一个遗憾，就是它的这个书包里边最底下的这个一层会薄一些，如果你把你的手提电脑放进去，你把它扔到地上，它同样也有被磕的风险，因为它没有海绵。就算我放了这个鲷鱼烧的这个包，它底下也是没有海绵的，所以我也是醉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之后如果要是出去的话，我可能会再去想一些 idea。但是整体这个包还是非常实用的，就平时你去背，然后样子也非常好看，浅色的，我很喜欢。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感谢你的收看，拜拜。